中国疯狂采购美国大豆，被形容成跪求川普放过。委内瑞拉的石油居然全都送给美国了。还有一位名叫陈志的神秘富豪，他手上的股东名单据说能炸翻中南海，很多红二代的把柄都在他手中。这3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其实背后暗潮汹涌，牵动着北京最高层和华府之间的微妙博弈。我们就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综合探讨一下其中的因果关联。首先来看中国近期疯狂采购美国大豆的现象。2025年底开始，中国买家大手笔地下单美国大豆，不断追加订购。据了解，中国承诺在2025年最后2个月和2026年初进口至少1200万吨美国大豆，这是个惊人的数字，短短几个月内就买进平常1年才买得到的美豆量。到2025年年底，中方已经购买了约800万吨，完成承诺的2/3以上。进入2026年1月，累计采购量接近1000万吨，距离目标只差临门一脚。中国如此疯狂买进，究竟为了什么？要知道，美国大豆并不便宜，由于物流和关税等因素，近期美豆价格甚至高于南美大豆。中国国内需求又疲软，按常理，北京本该降低进口，甚至从巴西、阿根廷买更便宜的大豆才对。但现在他们宁可多花钱也要完成对华府的采购承诺，背后原因让人寻味。这一切得从中美关系的大背景说起。2018年美中爆发贸易战时，川普政府就把大豆当作对华压力点。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国之一，中国则是最大的大豆买家。川普深知中国每年需要进口上亿吨大豆喂养牲畜，特别是饲养猪只做饲料的黄豆粕，所以用加征关税等手段逼迫中国购买美豆。果然，贸易战期间中国虽一度暂停购买美豆，但很快在谈判压力下重启进口，甚至派出国企集中采购，以示善意。2020年初，双方签署了第1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2年内大幅增加进口美国农产品，其中就包括大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方并未完全兑现数字上的目标，引来美方频频抱怨。时间推进到2025年，中美关系再度来到关键时刻。川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卷土重来，再度入主白宫，美中之间紧张氛围升温。川普政府这次更强硬，不仅在经贸上要求北京补课兑现过往的承诺，还在地缘政治上对北京步步进逼。稍后我们会讲到委内瑞拉的事，可以说习近平面临前所未有的对美压力。那么北京能怎么办？他们手上的筹码有限，中国经济此时正在困境中挣扎，内需不振，失业率高企，地产债务危机，外资却步。如果再来一次全面贸易对抗，恐怕真是雪上加霜。因此，习近平政府选择认怂，至少在表面上对川普示好，寄望以经济让步换取美方喘息。疯狂买大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去年10月，习近平和川普或直接或间接交涉后，北京同意了美方关于采购农产品的要求，开出了一张1200万吨美国大豆的大订单，这几乎相当于美国2-3个月的出口总量。中国国有企业闻风而动，中储粮、中粮集团等纷纷出手，到美国采购期货传货，一次又一次加码订单。整个12月和1月，美国西岸港口的运粮船都排满了开往中国的黄豆。有消息称，这批巨量大豆主要会在2026年3月至5月陆续装船运往中国，也就是说，前期采购只是为了赶在美方设定的期限前签约下单，实际运抵还要几个月。对此，美财政部高官公开表示满意，称中国已履行承诺的80%以上，直接打脸先前一些谣传中国停止购买美豆的说法。美国农产品出口商更是乐不可支，因为中国买家回来了，他们荷包大大受益。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如此执着于完成购买指标，是在做一笔赔本生意。南美大豆通常更便宜，而且中国连年推动大豆自给，增加国内种植，也取得一些效果。国内饲料需求又因为前些年非洲猪瘟疫情和肉类消费趋缓而并非爆炸式增长，所以额外多出的这几百万吨美豆几乎可以说是硬塞进库存里的。业界透露，
有些大豆甚至只能进国家储备库或者加工成低价食用油，短期内根本消化不了。但北京仍硬着头皮买，这里头的政治信号远大于经济意义。有人形容中方此举等于是跪求川普放过中国，夸张点说，就像清朝末年为求列强缓兵，赔款割地以乞和，只不过现在割的是市场份额，赔的是订单和真金白银。中国官媒当然不会这么描述，他们只说这是履行双边协定，展现诚意。可在国际观察家眼中，这种非理性采购正是北京心虚的表现，害怕美国翻脸，因此提前示弱，以财物来买平安。川普会买账吗？这可是个大大的疑问。川普素来强硬又善变，他一方面会宣称中国终于低头，大豆农民胜利了，另一方面却未必会因此停止对华施压，相反，有可能尝到甜头后变本加厉。你看，施压有效，再多压几分，中国还会让步更多。而事实上，川普政府确实没有因为中国买了几船大豆就手软，反而在其他战线上出招更猛。其中最戏剧性的就是委内瑞拉石油事件。就在中国疯狂买美豆的同时，大洋彼岸的南美洲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巨变，委内瑞拉政权遭遇重击，马杜罗总统被美军逮捕，美国开始直接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这条消息一出，全世界都震撼不已，而对北京而言更是如同晴天霹雳。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委内瑞拉石油朋友圈居然瞬间崩塌，石油资源拱手让给了美国。难怪有媒体惊呼，委内瑞拉石油都送你，中国将成最大输家。我们一步步来梳理，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重要的产油国，探明石油储量全球第一。然而近10多年来，委国经济濒临崩溃，美国与其关系极度敌对。2013年扎维斯去世后继任的总统马杜罗继续走反美的社会主义路线，美国对其实施严厉制裁，包括石油禁运。北京则乘势而上，加大对委内瑞拉的经济援助和投资，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贷款和技术，换取优先石油采购权。可以说，过去10年，中国一直是委内瑞拉石油的最大买家，很多油田项目有中资参与。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 PDVSA 积欠中国的石油债务，通过长期供油来偿还。北京视委内瑞拉为自己在美国后院的一枚重要棋子，也是一带一路在拉美的样板。然而，川普对这一切非常不满。2019年，他曾短暂承认为反对派瓜伊多为临时总统，意图逼下马杜罗，但未能成功。马杜罗撑过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到了川普重新上台后，他索性决定更激烈的出手。2025年底开始，美国逐步升级对委内瑞拉的压迫。12月中旬，美方以委内瑞拉政府暗中支持太阳集团，一个据称威胁美洲安全的组织为由，全面封锁委内瑞拉石油出口。美军舰只在加勒比海巡弋，拦截试图运油出港的油轮，导致数百万桶委国原油滞留港口，无法运往国际市场。此举让委内瑞拉的石油库存空间迅速告急， PDVSA 被迫减产。马杜罗政府大声谴责美国搞经济恐怖主义，说美方是在绑架马杜罗来窃取委国庞大油藏。当时听起来还像夸张的指控，谁知很快就一语成谶。2026年1月初，事态骤然升级，美国出其不意地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在周末的一次突袭中，美军特种部队居然长驱直入，抓获了马杜罗总统及其夫人弗洛雷斯。这是继巴拿马捉拿诺列加之后，美军在拉美又一次罕见的斩首行动，强硬程度令人瞠目。川普随即公开表态，称这是解放委内瑞拉人民，并要求委内瑞拉现任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担任临时代理元首，必须全面向美国和西方企业开放委国石油产业。他警告说，如果不配合，将面临美方更大规模的军事干预。在武力和威逼下，委内瑞拉执政党内部显然发生变化，有迹象显示部分高层选择妥协。这一次，委内瑞拉政府居然派官员与华盛顿谈判，商讨将石油出口到美国炼油厂的方案。这可是马杜罗执政以来头一遭。路透社说，这显示委内瑞拉方面首次对川普开放石油市场的要求做出回应。
根据路透拿到的消息，美委双方讨论的方案包括由委内瑞拉直接把滞留的原油运交给美国方面，运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加工，这相当于绕过了以往所有对伪石油的制裁限制，用一种实物操作把委内瑞拉的油直接送进美国经济血脉。同时，为了达成此协议，部分原本要运往中国的石油也可能被重新调配，改送美国。因为委内瑞拉此前那些滞留港口的油，多数买家正是中国，中方油轮本来准备来装货，现在美方伸手拦湖，中国等于白白丢失了这批原油供应。美国媒体甚至报道，委内瑞拉临时当局将向美移交3000万到5000万桶高品质原油，由美国以市场价代为出售，所得资金将由美方监管，用于所谓造福委内瑞拉和美国人民。川普在他的社群媒体上兴奋地宣布了这件事，大意就是委内瑞拉的石油我们帮着卖，钱也由我们管。这消息一出，国际油价一度波动，华府和拉美各国也是哗然。然而更错愕的恐怕是北京，中国外交部火速作出回应，痛批美国此举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要求美方立刻释放马杜罗总统夫妇。发言人毛宁严正指出，美国不经联合国授权就对委内瑞拉动武，还强行控制他国元首，这是对主权赤裸裸的侵犯。他呼吁透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暗示北京不承认美方扶持的临时当局合法性。可以想见，北京方面对盟友马杜罗被抓极为恼火和尴尬，这等于是中国多年经营在美洲的一个据点，被美国一句"这是我们的半球"给强行拔除了。难怪毛宁也谴责了美国，宣称我家的半球这种门罗主义论调，表示划分势力范围只会制造紧张，不会带来安全。然而外交辞令归外交辞令，现实是残酷的，北京除了抗议别无他法，他总不能为了马杜罗跟美军在加勒比海开战吧？在美国后院动武，中国远水救不了近火，南海舰队再厉害也开不到大西洋彼岸和美国航母决战。再说中国国内还有一堆难题，真没法为委内瑞拉去打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北京除了谴责就是默认事实。有观察指出，中国后续可能悄悄与美方谈判，希望至少保护住部分经济利益，比如要求美方照顾一下中方在委内瑞拉的未偿贷款问题。然而川普政府可不见得在乎这些，对华盛顿来说，把委内瑞拉石油收入纳入自己口袋比什么都实在。美国内政部长甚至公开说，委内瑞拉重油运到美国墨西哥湾炼油，对美国的就业、油价和委内瑞拉人民都是重大利好。这话一点不提中国，意思也很明显，北京你就一边凉快去吧。中方最大的损失是什么呢？首先，中国每年从委内瑞拉获得的原油将骤减甚至中断。10年来，中国累计从委国进口了上亿桶石油，既用于国内炼油，也用于偿还贷款。现在这条线被美方腰斩，意味着中国未来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布局受挫，更依赖中东和非洲石油，战略风险上升。其次，更严重的是财务损失。中国对委内瑞拉的2大政策性银行贷款高达600亿美元以上，其中很大部分还没还清，本来是用石油抵债的。如今如果委内瑞拉政权更替，新政权很可能会亲美疏中，对过去马杜罗欠下的中方债务说，这是非法政权借的，我们不认。就算不直接赖账，也会要求重新谈判条件。到头来，北京恐怕要吞下巨额坏账，这些钱可是中国纳税人的真金白银啊。而反观美国，一旦掌控委内瑞拉油田开发权，未来20-30年不仅能源自给更有保障，还可能有大量收益分成。美国石油公司、服务公司会大举进入瓜分蛋糕。难怪有分析说，美国接管委国石油让中俄都傻眼。对习近平而言，委内瑞拉事件无疑是一大挫败。本来他想在拉美以金元拓展影响力，结果川普一招武力和谈判组合拳就把中方势力扫地出门。石油都送你了，这话听着多讽刺中国帮委国撑了那么多年，最后石油便宜美国，这可是狠狠打了北京的脸。然而面对这种局面，中国除了抗议几句，并没有更硬的反制行动。或许在某种程度上，
习近平政府决定先退让一步，避免直接冲突，寄望将来再伺机挽回损失。但在外界看来，北京这番表现无疑是示弱，不敢护盟友，只能咽苦果。一时间，中国贵美示软的评价甚嚣尘上。结合前面的疯狂买大豆，再看委内瑞拉石油拱手让人，我们发现一个共通点：北京近期一系列操作都带着一股想讨好华盛顿、换取宽大的意味。这种气氛在陈志事件上也表露无遗。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个传说手握股东名单能炸翻中南海的神秘人物陈志。随着国际新闻的曝光，这位38岁的年轻富豪近日成了焦点人物。他的故事比小说还离奇，出身福建小城，少年辍学，白手起家闯荡柬埔寨，短短10年打造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太子集团横跨房地产、银行、网络投资，甚至赌博、诈骗等灰色产业，在柬埔寨可谓无人不知。然而风光背后，陈志被指控是亚洲最大的跨国犯罪集团之一的头目，涉及电信诈骗、网络赌博、洗钱、人口贩运等多种罪行。他甚至被中国网友称为诈骗之王、赌场教父。更惊人的是，有传闻说中共有不少权贵二代暗中参与投资了他的生意，因此陈志掌握着一份极其敏感的股东名单，那些红二代的黑钱和把柄全都在他手里。如果这份名单曝光，足以炸翻中南海高层，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先别说传闻，我们先看确定的事实。2025年10月，美国和英国联手对东南亚猖獗的网络诈骗犯罪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打击行动。美国司法部直接起诉了陈志，指控他经营着一个庞大的网络欺诈帝国，涉嫌策划多起大型加密货币诈骗，甚至包括强迫劳动。美司法部宣称，陈志利用柬埔寨为基地，招揽中国和东南亚的年轻人从事电话诈骗、网络投资诈骗，受害者遍布全球，而诈骗所得巨额资金透过加密货币洗白转移。美国财政部同步宣布制裁陈志和他的太子集团，冻结其在美英管辖下的一切资产。最戏剧性的莫过于，美英执法部门居然查扣了陈志持有的约12万7千枚比特币，这批比特币价值当时超过140亿美元，创下美国司法史上最大宗加密货币没收记录。比特币哪儿来的呢？原来陈志的太子集团早在2020年就搭建了一个巨大的比特币矿池 Lubian， 不停挖矿累积币。但诡异的是，2020年12月这个矿池遭遇了一次离奇的黑客攻击，短短2小时内，超过90%的比特币被盗走，共127000枚。当时陈志团队着急上火，发公告悬赏求黑客归还资金，但一点用都没有，巨额比特币从此沉寂无声。直到2024年年中，这批币突然又被转移到新的地址，随后又不动了。陈志可能做梦都没想到，这其实是美国执法部门早就盯上了这笔钱。根据中国国内的一份技术报告分析，美方可能利用漏洞直接害走了陈志的冷钱包。也就是说，这所谓的没收其实是一场高技术的黑吃黑，美国黑了黑帮的钱。当美国司法部宣布扣押陈志的 12.7 万枚比特币时，天价比特币事件才真相大白。尽管陈志方面辩称美方程序不合法，但在强权面前已无可奈何。美国人切断了他价值150亿美元的经脉，相当于掐住了太子集团的财务命门。更要命的是，美国还对陈志本人发出全球通缉令，英国、新加坡等多国也纷纷配合冻结他的资产。一时间，陈志在海外可谓插翅难飞。2025年11月，新加坡警方就查封了他在当地价值 1.5 亿新元的资产。看来西方世界是下定决心要剿灭这个被他们称为中共御用洗钱天才的人物。为什么说御用呢？美国官方的措辞自然不会用这2字，但一些媒体解读是，陈志的骗钱王国如此庞大复杂，背后必然有更高层次的势力撑腰，极可能与中共体制内贪腐势力勾结。他被称为红色钱包的掌管者，意思是很多中共权贵的黑钱就藏在他的投资项目和加密钱包中。川普政府狠狠地连抄了2大红色金库，委内瑞拉石油和陈志比特币，等于是在断习近平的财路。
难怪有评论说，川普这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习近平的红色权贵资金链，逼得习近平不得不痛。那习近平怎么应对呢？就在美英发起行动后不久，中国政府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派员前往柬埔寨，将陈志押解回国。这步棋可谓一石二鸟，一方面防止陈志真的落入美国之手，免得他在美国供出什么惊天黑幕；另一方面向国内外展示中国也在严打跨境犯罪，我们自己抓自己审，轮不到美国来办。于是乎，我们看到北京和金边展开了罕见的警务合作。2026年1月7日，中国公安部工作组在柬埔寨执法部门配合下，将陈志从金边押解上飞机带回中国。柬埔寨方面甚至剥夺了陈志的柬埔寨国籍，等于彻底抛弃了这位一度风云一时的大亨。要知道，陈志可是柬埔寨首屈一指的富豪，他的太子集团曾在当地投资无数，阔绰无比，连柬埔寨首相洪森家族都曾与他交好。如今柬政府突然翻脸，不惜打破不引渡华人富商的惯例，将其送重。据传与美英的强大压力有关，柬埔寨不想因为庇护陈志而遭美国制裁，只能答应中国的引渡请求，借此向国际社会表明态度。随着陈志回国，中国公安部火速公布了对他的4大罪名，包括开设赌场、电信网络诈骗、跨境网络赌博、非法拘禁等，还宣布将在近期公开通缉第一批涉案团伙骨干。看起来中方准备对太子集团余党展开全面清剿。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开始高调宣传此案，塑造陈志为危害国家的犯罪头目，强调抓捕他是中柬执法合作重大战果。央视新闻画面中可以看到陈志被几名穿制服的人员压下飞机的镜头，身材中等，留着短胡子，戴着手铐，低着头被带走，一代枭雄就此落幕。但是故事远没结束，真正精彩也最凶险的部分是陈志脑子里和手头上的秘密。传言所说的股东名单究竟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里头都有谁的名字？据一些自媒体和坊间消息，陈志的太子集团在柬埔寨表面看是家族企业，但实际资金来源扑朔迷离。短短几年内，他在柬国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还取得塞浦路斯和瓦努阿图护照，拥有多国居留权。他的妻子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豪宅里养鲨鱼，100万天价黄花梨木床，女儿弹着2400万新台币的纯金钢琴，坐拥6架私人飞机和游艇。如此财力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型国家，单凭他本人从网咖版号私服起家是无法累积这般巨富的。因此普遍猜测他背后有多方资金支持，包括中国内地权贵、港澳富豪乃至台湾地下汇兑势力等等。特别是有消息指出，陈志创业早期得到一些红二代的青睐，他们把资金暗中投给陈志经营，用以发展海外暗产或者洗白转移。这些隐形股东借助陈志的平台牟利，也为他提供保护伞，否则陈志不可能在柬埔寨为非作歹这么久，甚至在2017年还获聘为柬埔寨内政部顾问，拿到柬政府封赐的公爵头衔。如果没有中国背景势力撑腰，他哪来这么大能量？如今陈志落网，这些幕后大佬们恐怕人人自危，因为陈志一旦交代出资金往来账目，那些隐藏在太子集团下的红色资本就可能浮出水面。试想，如果某位高官子女透过陈志洗钱上亿美元，美国那边其实早有线索，一旦证实，不仅这位权贵要完蛋，习近平的反腐声誉也将遭受巨大打击。毕竟他一直标榜打虎拍蝇，结果自己身边的老虎们跑国外投资诈骗赌博，丑闻太大了。对习近平来说，陈志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他可以利用陈志案来清理一些政敌或不听话的豪强，比如假如有某个派系的红二代牵涉其中，习或许借机整肃，以巩固权力。另一方面，如果涉案的人太多，级别太高，那习就不得不低调处理，把内容压下来，免得撼动政权根基。所以外界都在关注北京会如何公布陈志案情，是选择性披露几个无关痛痒的小角色，还是大胆揭开黑幕，惩治一批高级保护伞。
还记得孟晚舟事件吗？那位华为公主被困加拿大时，掌握了不少华为与伊朗生意的内幕，北京不惜一切把她换回来。之后整件事在国内舆论上淡化处理，以免牵扯更多。陈志案或许也将如此，他回来了，但哪些话能说，哪些不能说，都会经过精心安排。他很可能被当作从犯或一人承担全部罪责的典型来处理，尽量切断和其他权贵的联系。最理想对于当局的剧本是把陈志定性为罪大恶极的江洋大盗，重判乃至处极刑，以平民愤，然后故事结束，公众不会知道他背后还有谁。这样既向美国和国际社会交代了我们严惩犯罪，也保住了体制内一些见不得光的人。但事情真会这么顺利吗？陈志手里可能还有保命筹码，据传他早就把某些资料备份藏在海外，万一自己在国内出事，那些资料就会通过特殊渠道曝光。对此，北京当然有所防范，押解他回国后，第一时间就秘密关押审讯，断绝他与外界联系，同时可能加紧追查他的海外资产和关系网，堵住一切爆料源头。如果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反复强调境外势力利用陈志案造谣抹黑之类的说辞，就说明恐怕真有猛料在外流传，需要他们出来辟谣灭火。无论如何，陈志的落网对中共高层来说是一颗定时炸弹。习近平此刻的心情恐怕相当复杂，抓回陈志，避免了他被美国审讯的更大风险，算是明智之举。可同时也把一个知道太多秘密的不安因素揽在怀里，一不小心就可能引爆。而且美方并不会因此善罢甘休，他们拿不到陈志这个人，但已经拿到了他的钱、比特币，还有一堆电子证据。未来不排除美国会隔空起诉参与陈志犯罪网络的更多人士，包括香港、新加坡，甚至中国内部的帮凶。一旦美国司法部公布更多调查细节，也可能造成某些信息曝光。可以预见，中美围绕陈志案可能还会有信息战和法律战的交锋。综合以上，我们看到中国近期在对美关系上接连示弱让步，经济上用狂买美国大豆来讨好，外交上眼睁睁看着美国铲除自己在拉美的盟友而无法阻止，内政上为了堵住美国攻击的口实，火速处理掉一个可能牵扯红色权贵的犯罪集团头目。这一系列动作都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毕竟在川普强硬路线压境之下，习近平政府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不得不示软求和。然而，这种跪求放过的策略能有效吗？历史告诉我们，纵虎易，驯虎难。川普是那种你跪下求饶，他反而觉得你还不够低的主。中国买再多大豆，也无法改变他在高科技领域被美国全面遏制的事实。中国退让委内瑞拉，也不会让华府在台海、南海问题上对你客气半分。中国严惩了陈志，美国可能紧接着就会问，那其他藏匿在柬埔寨、缅甸的诈骗园区首脑，你是不是也包庇了？甚至借机抹黑一带一路项目充满腐败。也就是说，北京的软弱只会刺激华府得寸进尺，让鹰派更加坚信强硬路线的有效。但北京似乎别无他法，硬碰硬，目前他真碰不过美国。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看着俄罗斯被西方制裁的元气大伤，也意识到自身的脆弱，在美元金融体系、尖端科技、海外影响力上都还受制于人。如果同时在多条战线和美国对抗，只会自招失血。因此习近平近来转趋低调务实，希望暂时稳住外部环境，先把内政问题解决。然而内政上他也麻烦不断，经济下行，地方债务，人口负增长，现在又爆出陈志这种惊天黑幕隐患，哪一颗雷都足以让中南海头疼。或许在习近平心中，他相信再熬一熬，美国就会内耗增多，比如川普和拜登的党争，西方会衰落，而东升西降的大势仍在，所以短期委曲求全是值得的。可是他身边的民族主义者和军方强硬派未必都同意一直忍让下去，一旦他们认为习的软弱伤害了中国核心利益，内部压力也会升高。特别是如果陈志案真牵出什么权贵丑闻，可能引发高层权斗暗涌。结语：中国狂买美国大豆，委内瑞拉石油转手美国，陈志落网爆权贵黑幕，这三件大事
像是三记重拳，打在2026年开年习近平政权的身上，每一记都让他有些踉跄，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接下。在国际政治的牌桌上，示弱有时是一种战术，但示弱过度就会招致狼群的围攻。我们不禁要问，接下来川普还会出什么招？习近平还能让多少步？会不会有那么一刻，北京终于被逼到墙角，不得不背水一战？或者相反地，习近平忍辱负重，最终等到国际风云转向，再来收复失地？现在下结论或许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之间既有明刀明枪的对抗，也有暗流涌动的较量。每一粒大豆，每一桶石油，每一枚比特币，都可能牵扯出大国博弈的缩影。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场现实版的权力游戏，究竟谁能笑到最后？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有时候一念之差跪下去，再想站起身就难了。北京在川普面前卑躬屈膝，换来的也许不是宽恕，而是更多的敲打和索取。至于那份能炸翻中南海的股东名单，会不会有曝光的一天？若真有那天，中国政坛恐怕将经历一次大洗牌，但那已是另一个故事了。今天的深度探讨就到这里，我们将持续关注事件发展，为大家揭开更多真相。